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皮蛋被美国评为最恶心的食物榜首，含铅能吃吗？答案来了，皮蛋的铅含量高，会中毒致癌，千万不能吃。今天小李在超市买了几个皮蛋回家，打算让老妈做皮蛋瘦肉粥，但是却被老妈严肃拒绝了。老妈说皮蛋里面有铅，危害极大。皮蛋都流传几千年了，那么多人天天吃皮蛋不也没事？小李一脸不以为意。隔壁的张阿姨一家前几天就是因为吃皮蛋，然后一家3口全部中毒到医院去了。老妈振振有词，本来还不信，听到真实的案例，小李大吃一惊，感到手里的皮蛋就像烫手的山芋一样，觉得十分危险，急忙把皮蛋扔进了垃圾桶。皮蛋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菜，虽然曾经被美国 CNN 列为了全球10大最恶心的榜首，但是它却是许多国人的最爱。但是也有人担心皮蛋中含有铅，吃了会中毒致癌，这究竟有没有科学的道理呢？皮蛋又名松花蛋，聊聊它的前世今生。皮蛋又名松花蛋，是中国一种独特的蛋加工品。人们利用盐、茶以及碱性的物质，使蛋发生物理化学变形，形成了凝胶状态，从而得到色泽美观、风味浓郁的皮蛋。由于皮蛋在制作的过程中会生成一种叫做氨基酸盐的物质，氨基酸盐不溶于蛋白，于是就以结晶体的形式呈现出来，像一朵朵动人的松花凝结在蛋清中，所以皮蛋也叫做松花蛋。此外，在腌制的过程中，一些蛋白质会直接的释放出硫元素，再加上蛋类食物中本身就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这些矿物质会和硫元素结合，于是蛋体本身就会变色，从白变成黑色。经过漫长的化学反应，一颗鸭蛋就变成了皮蛋。皮蛋在我国悠远流长，早在明代初期就有文字记载了。在中医的眼里也有特殊的效用。在中医看来，皮蛋性凉，有润喉、去热、醒酒、去大肠火、治泻痢、眼痛、牙痛等功效。夏季适量吃皮蛋可以消暑去火，民间中也有皮蛋能降火的说法。毕竟是鸭蛋的出身，所以皮蛋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一般来说，每100克鸭蛋中的蛋白质有 12.6 克，但是皮蛋的蛋白质平均有 14.2 克。而且在加工的过程中，皮蛋的矿物质含量也要比常规的鸭蛋高，比如硒、钾和铁。皮蛋在加工的过程中，维生素 A 和叶酸等的物质并不会流失，因此皮蛋的一部分维生素含量往往接近鲜蛋。再加上皮蛋内的蛋白质和胶质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解，相比于鸭蛋更容易的吸收。不过人无完人，蛋无完蛋。皮蛋虽然相比于鲜蛋有一定的额外营养价值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食用风险。皮蛋真的含有大量的铅吗？虽然皮蛋在中医眼中有降火去热的功效，但是很多人认为皮蛋中含有大量的铅，会危害身体健康。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？过去传统的工艺制作的皮蛋，为了长时间的保持色泽和味道鲜美，会在制作时会添加黄丹粉，这是一种主要成分为氧化铅的材料。黄丹粉会渗进蛋里面，最终在人体体内积累，导致人体铅中毒。人体如果长时间的接触和摄入一定量的铅，会引起神经系统损害、免疫系统和肾脏功能受损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铅还会对儿童的大脑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不过从2015年起，国家就出台了皮蛋制作新标准，所有皮蛋制作采用无铅工艺，皮蛋的铅含量需控制在 0.5 毫克每公斤以下。专家表示，采用无铅工艺生产的皮蛋含铅量很低，只要不是大剂量的食用，对身体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吃皮蛋中毒？既然现代工艺制作的铅含量很低，那为什么还有人吃了皮蛋会中毒呢？这是因为皮蛋中毒一般分为铅中毒和菌类超标2种情况。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很少会出现铅中毒了。
常见的主要是菌类超标中毒，制作时没有经过良好的细菌控制，或者是储存不当而导致皮蛋细菌超标，人们吃下肚之后就会出现菌类超标中毒。最常见的是沙门氏杆菌超标导致的肠道感染。沙门氏杆菌会导致人体出现腹泻、腹痛、恶心、呕吐等肠胃炎症状。因为沙门氏杆菌对于温度的要求很低，因此即便打开的皮蛋，即便放冰箱里，也还是很容易被污染。所以打开的皮蛋不要放置，尽量一餐吃完。此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皮蛋中的碱会抑制维生素 B 的活性，特别是预热的情况下。因此，皮蛋瘦肉粥不适合长期饮用，可能会不利于我们对维生素 B 的吸收。所以，建议我们购买皮蛋的时候，尽量要选择正规厂家，制作的时候凉拌是最佳方式，不要经常煮粥喝。当然，如果是担心皮蛋中残留的铅元素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可以尝试摄入这几种微量元素，能够很好的加速铅元素排出。4. 生活中如何预防铅中毒？前提是要吃好。1. 补充维生素。铅会加速维生素的流失，特别是维生素 C， 因此在吃完皮蛋等的含铅的食物后，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， 并且维生素 C 能够和铅结合成无毒的盐类，这种盐类几乎不溶于水，能够随着粪便排出体外，这样就能够加速铅的排出，降低铅的吸收。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柑橘类水果、猕猴桃、卷心菜、苦瓜和油菜等。此外，维生素 E 能够降低铅带来的氧化作用，而维生素 D 能够提高体内钙和磷的活性，以此来降低体内对铅的吸收。而维生素 B 能够加速铅排出，并且皮蛋本身会破坏 B 族维生素，因此吃完皮蛋后补充维生素 B 也非常重要。2. 多摄入微量元素，如铁、锌、铜、硒和镁等的诸多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都能够和铅互相作用，减弱铅的毒性。此外，铅和钙的代谢过程形式，因此吃含钙量高的食物能够很好的防止铅在体内蓄积。高钙食物有奶类及其制品、虾皮、核桃和芝麻等。3. 多摄入多糖类等的大分子，如果胶、海藻酸和膳食纤维等多糖类大分子的糖链上含有丰富的游离酸基团，能够和铅发生络合，形成难以吸收的凝胶，这能够有效地阻止铅在消化道中的吸收，从而加速铅排泄。此外，果胶能够加速铅沉淀，减少机体对铅元素的吸收，并且像大蒜和洋葱中的硫化物也能够硫化铅元素，降低它的毒性作用。皮蛋是我国传统的美食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时至今日，关于皮蛋的危害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，只要买品质有保证的皮蛋，尽快的吃完，基本不会发生铅中毒和细菌感染。但是吃多了也容易引起身体不适，美食虽好，但还是切勿贪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